森林中凭空出现一个神秘装置，顶部有扇舱门，却没有锁孔跟门把手，显然是某种防盗手段。可这是渺无人烟的荒岛，怎么会有人类科技产物？为了搞清楚里面有什么，他们做出一个简易破坏锤，想暴力破坏肛门，可不曾想锤子碎一地，肛门却毫发无损。这坚固程度，当做队伍的避难所再合适不过。于是当晚光头就找来同伴，在肛门附近铺设好炸药。随着一阵巨响传出，肛门瞬间被炸到变形。两人小心翼翼搬开肛门，却看到了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一幕，这竟是条只有半截梯子，并且深不见底的隧道。要知道，这座荒岛位于太平洋的中央，离大陆至少有18000公里，怎么会有人在这修建工事？光头拿起石头丢进洞中，通过落地的时间推算，隧道高度起码有30米。光头想下去查看，却遭到杰克阻止，因为下面可能有未知的危险，他不想冒险。光头碍于杰克领袖身份，只能妥协。可等杰克公布完地舱消息后，光头又悄悄带着绳子回到地舱，同时凯莉也尾随而至。两人心领神会，着手准备进入地舱。凯莉体重较轻，所以由他先下去探路，遇到危险光头也能立刻拉他上去。可不料绳子刚放下去一半，身后固定的小树便受不住压力断裂，凯莉瞬间失重下坠。好在光头及时拉住绳子，才幸免于难。不过手电筒也随之脱手，周围再次陷入黑暗。但凯莉并未放弃，情绪稍微稳定后便开始继续下降。可就在这时，凯莉发现底部竟然有灯光出现，她有些害怕，但眼看就要落地，她也只能强忍恐惧继续往下。突然底部灯光熄灭，凯莉意识到不对，急忙大喊停下。可话音刚落，灯光就再次亮起，伴随着一阵嗡嗡声传出。凯莉赶紧让光头拉自己上去，但为时已晚。强光直冲天际，光头被惊呆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底下一股巨力传出，纵使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法阻止绳子下放的速度。随着凯莉彻底被带入底部，灯光瞬间熄灭，周围再次陷入黑暗。光头趴在洞口呼喊凯莉，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意识到凯莉有危险，光头立即徒手绳降来到隧道底部，里面是个混凝土浇筑的地堡。光头脱掉鞋子，以此来降低脚步声，继续往前深入。光头来到一个诡异房间，里面家具齐全又干净整洁，似乎有人在这里生活。就在这时，光头听到一些动静，顺着声音找去，他在一处拐角发现了被抓走的凯莉。可还没等他高兴，身后突然传出子弹上膛的声音。见对方来势汹汹，光头连忙解释自己并无恶意，他们只是因空难而被困荒岛的幸存者。男人将信将疑，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命令凯莉将最有威胁的光头先绑起来。可不料光头突然变脸，表示自己是大大的良民，而旁边这个女人则是 FBI 的通缉犯，危险系数爆表，要绑也是绑她。凯莉一脸懵逼，不知光头为何要这么做。男人信以为真，直接调转枪口对准凯莉。不过光头也留了一手，趁男人不注意，偷偷往凯莉腰间塞入一把匕首，才将其关进仓库。随后男人开始盘问光头，在得知人类文明并未毁灭后，他顿时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可就在这时，一阵滴答声引起雷蒙注意，他霎时间脸色大变，将光头带到一台老式计算机前，强制命令他操作电脑。光头无奈只能照做。此时墙上计时器为2分37秒，雷蒙指挥他在电脑里输入一串数字，然后按下确认键。可光头却犹豫了，因为他不知道按下去会发生什么。雷蒙不耐烦做事就要开枪，光头只能按下确认。随着墙上的计时器复位到108分钟，雷蒙不由松了一口气。另一边，凯莉也没闲着，解开束缚的她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粮库中，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海克斯科技食品。对于被困荒岛数月的她来说，这里无疑是天堂。不过现在还不是开饭的时候，她必须赶紧逃出去。而顶部正好有一个通风口，来不及多想，凯莉搬来木箱堆在一起，爬进了通风管道。雷蒙对此还一无所知。可就在这时，杰克的声音在周围响起，雷蒙瞬间提高警惕，挟持光头来到望远镜前，通过多道镜面反射作为监控器，发现了持枪前来寻找两人的杰克。与此同时，杰克来到一个布满设备的半球形房间，发现了那台老式电脑，上面有个哭泣脸的表情符号。杰克很好奇，刚准备按下回车键，不料光头突然出声阻止。杰克见只有光头一人，立即持枪逼问他凯莉在哪。可下一秒，光头就被雷蒙用枪指住脑袋，并威胁杰克放下武器，不然就干掉光头。但杰克深知放下枪，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雷蒙如何威胁都没妥协。双方展开对峙。好巧不巧，凯莉也顺着管道来到设备室附近，发现了正与雷蒙对峙的杰克。凯莉意识到不妙，转头顺着通风管道绕到雷蒙身后，竟无意中来到对方的武器库。情况紧急，凯莉果断拿起一把喷子，来到雷蒙身后，用枪托将他打倒。雷蒙猝不及防，手枪走火击中电脑。杰克急忙上前控制住对方，可当雷蒙发现电脑损坏时，瞬间脸色大变，全然不顾脑袋正被枪指着，惊恐地说道：这是一台很普通的电脑，却存放在一座荒岛的地下实验室中，由一位守护者24小时看守。他需要每108分钟输入一次代码，用来重置数据，不然就会发生难以预估的灾难。可不幸的是，这天有3位空难幸存者突然闯入，守护者与其对峙时，手枪不小心走火击中了电脑。守护者顿时脸色大变，惊恐地说道：几人听得云里雾里。守护者想起身去维修电脑，却苦于被杰克压制，无奈他让杰克看向墙上还剩97分钟的计时器，并表示时间结束后没能修好，小岛以及全
全世界都要完蛋。杰克当然不信，只觉得是对方怕死编的故事，但对方又表情严肃，不像是在说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杰克允许对方先去维修电脑，不过看这架势他也不会修，弄来弄去就只会重启。见没有效果，守护者急忙启动电闸，在配件柜里翻找说明书。三人在旁边焦急地看着，却帮不上忙。就在这时，凯莉想起队伍中的卷毛曾是军队通讯员，应该会修电脑。事不宜迟，凯莉立即从雷蒙所指的后门离开，同时说明书也被找到。不料杰克突然变卦，抢走说明书，想威胁雷蒙说出真相。雷蒙急坏了，告诉杰克书柜里有卷录像带，里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话已至此，杰克也只能先将说明书还给对方。目前时间还剩84分钟，雷蒙赶紧开始维修，杰克则与光头前去观看录像带。随着一阵颇有年代感的音乐响起，荧幕上浮现出一枚蛇符咒。就在两人以为要播放《成龙历险记》时，一位华人教授突然出现，开始讲述地堡的由来。上世纪70年代，两位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无意中接收到荒岛产生的异常电磁波动，为了研究神秘电波的产生原因，他们集结了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由军火商菲尔德出资前来荒岛建造了这座实验室，取名达摩计划。可研究刚开始不久，便发生了一场意外。从那之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每108分钟必须准确输入一次代码，但如果不照做有什么后果，教授并未说明，看得两人云里雾里。光头提议再看一遍，但杰克只觉得荒谬绝伦，直接离开放映室，再次找到雷蒙。从雷蒙口中得知，他是3年前遭遇海难流落至此，随后在小岛遇见一个陌生人，对方将他带到地堡，并告知他代码的时候，便莫名其妙死了。他也因此成为了对方的替代者。但杰克认为这是个智力实验，只为测试人们是否会因为恐惧而服从他们制定的规则。可当雷蒙问起录像带怎么解释时，杰克又变得哑口无言。此刻时间还剩49分钟，电脑也准备完毕，但是否能够使用只能听天由命。雷蒙果断按下开机键，不料电脑直接放了烟花，电闸短路，灯光熄灭。光头闻讯赶来，此时电脑已经变成了微波炉。雷蒙意识到大事不妙，丢下一句全完蛋了，便急匆匆离开。杰克以为对方是想趁机逃跑，也紧随其后追了过去，只留光头在原地看着墙上所剩不多的时间，不知该怎么办。幸好没过多久，凯莉便带着卷毛赶来地堡，时间还剩24分钟，来不及解释原因，几人急忙开始维修。经过卷毛的排查，原来是变压器损坏，而雷蒙却更换的主板。果然专业的事还是需要交给专业的人。数十分钟后，卷毛便将电脑维修完毕。随着哭泣表情包再次亮起，光头急忙开始输入代码，最后一个数字为32。可就在他准备按下确认键时 Not 32. It's 42. 眼看众人心存顾虑，杰克解释自己在追雷蒙时对方亲口说的。说罢就要离开，光头经过再三确认后，将数字改了回来。可当要按下确认时，他又犹豫了，因为他不敢保证杰克没听错。时间还剩2分15秒，光头一咬牙喊住杰克，让他自己来点击确认。然而杰克早已厌倦这猜谜游戏，说什么也不肯参与。Why do you find it so hard to believe? Why do you find it so easy? It's never been easy. 时间还剩60秒，基地警报响起，众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杰克依旧不为所动，直到光头眼泛泪光的哀求他，希望他能阻止这场可预知的危险，杰克才被打动。时间还剩26秒，杰克不紧不慢地来到电脑前，在最后1秒按下了确认键。随着时间再次复位至108分钟，杰克知道，光头也知道，他们已经彻底卷入这场游戏，成为了雷蒙的替代者。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谁都无法幸免。不过事已至此，他们也只能接受现实，轮岗守着电脑。可没过几天，卷毛就在地堡内再次发现异常，眼前这堵墙壁为钛合金制造，后面充斥着大量混凝土，似乎在保护着什么。杰克靠近查看，不料钥匙竟被墙壁吸引。卷毛意识到不对，因为钛合金并没有磁性，这后面肯定有什么东西，但又没办法直接进入，所以两人选择了下水道。不知走了多久，他们来到一处墙壁，卷毛拿起铁棍敲击，墙壁很厚，这意味着他们没走错。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前路便被混凝土彻底堵死，两人也累得够呛。趁休息的功夫，杰克问卷毛这后面最有可能是什么，但卷毛也不清楚。不过他所见过能用这么多混凝土建造的地方，只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料话音刚落，周围突然传出设备启动的声音。在确认不是机关后，杰克便独自顺着声音找了过去，发现旁边有扇门正不断冒出白雾。他小心翼翼打开房门，原来是凯莉正在洗澡。杰克有些不知所措，跟凯莉打了个招呼。随后两人经过一段狗听了都尴尬的对话后，凯莉便匆匆离开浴室，只留杰克在原地流连忘返。地堡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可就在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卷毛回到营地，送给了小美一间房子，里面摆满蜡烛跟各种水果，实属很浪漫。两人水到渠成，紧紧拥吻在一起。卷毛将腰间碍事的手枪放回桌上，转头掏出另一把枪。之后的故事请自行脑补。3秒钟后，完事的卷毛有些口渴，于是便独自出门打水。可不料卷毛前脚刚走，门帘就被拉开，海风吹灭烛光。小美以为是卷毛打水回来了，可一抬头，竟看到小黑满身是水的站在面前，尖叫声响起。卷毛听到动静，急忙返回询问原因。小美说自己刚才看到前几天出海求救的小黑回来了。然而卷毛根本不信，只觉得小美是做噩梦了，甚至别人来关心询问，卷毛也坚决认为是幻觉。面对爱人的不信任，小美很生气，打算
算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第二天就牵来一只哈士奇，锁定小黑衣服气味后，便领着狗去找小黑。可殊不知，正是这个决定，让他彻底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卷毛担心小美遇到危险，于是也追了过去。不料天公不作美，转眼便下起大雨。由于太着急，小美脚一滑，直接摔倒在地。卷毛想扶，却遭到小美严词拒绝，因为他只想要爱人相信自己。但卷毛的行为让他感觉不到一丝安全感。I know. As soon as we get out of here, you're just gonna leave m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I love you. And I believe you. 一段简单又坦诚的对话，彻底将两人的关系升华。可就在这时，周围却突然响起一阵说话声。卷毛定睛一看，只见小黑正站在不远处，给他们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事实就在眼前，这下卷毛不信也得信了。小美抓住机会，直接起身追了过去。反应过来的卷毛急忙追向小美，但为时已晚。随着一声枪响，卷毛意识到大事不妙。果然，等他刚到时，小美腹部已经中枪，她满脸呆滞，下意识接住爱人摇摇欲坠的身体，不知该怎么办。随着爱人缓缓闭上双眼，卷毛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方，而凶手却是几个陌生人。然而任谁都没想到，本该出海求援的同伴泡菜跟大黑竟然也在其中。爱人的惨死已经让卷毛彻底失去理智，是要让他们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荒岛上，单身40年的老处男第一次告白成功，心想自己终于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了。可殊不知，马上他的美梦就将彻底破灭。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阵说话声，男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出海求援的同伴小黑。对方神色紧张的暗示两人别说话，好像在害怕什么。女友率先反应过来，想追去一探究竟，而男人还呆愣在原地，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等他回过神，女友已经跑出很远，男人赶紧起身跟上，可由于太着急，中途不小心被树枝绊倒在地。不料他刚站起身，远处就突然传出一声枪响，男人意识到大事不妙，立即加快脚步，然而还是来晚一步。爱人腹部已经中枪，男人瞬间脑袋一片空白，下意识接住爱人摇摇欲坠的身体，不知该怎么办。随着挚爱缓缓闭上双眼，卷毛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方，而凶手却是几个陌生人。然而更诡异的是，前几天出海求援的同伴3人竟然也混在他们其中。不过爱人的惨死早已让卷毛彻底失去理智，管他3721，直接从腰间掏出手枪就要杀掉女人。旁边的黑子哥见状，急忙冲上前阻止，期间卷毛武器不慎脱手，两人扭打在一起。不过黑子哥并没有要伤害卷毛的意思，反而是一味的留手，导致自己被卷毛压制。女人抓住机会，拿起石头偷袭打晕了卷毛。见对方不讲武德，同伴大黑想上前帮忙，女人赶紧捡起手枪对准大黑，命令所有人不许动。大黑懵了，琳达明明是带人来投奔自己营地的，现在却在拿枪指着自己。然而琳达却有着其他想法。见成功震慑住众人，琳达让奥德彪去搜卷毛身，看看对方是否有其他武器。大黑无法忍受朋友被羞辱，出言阻止。琳达见状也不废话，直接鸣枪警告大黑。泡菜跟其他人是敢怒不敢言，毕竟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出乎意料的是，奥德彪竟然违抗了琳达，因为原本就是他有错在先。琳达面子有些挂不住，但碍于奥德彪刚才救驾有功，他也只能忍下来，转头瞄准金发妹，命令对方将卷毛绑起来。无奈金发妹只能先照做，事后再劝解对方回头是岸，劝他不要毁掉加入对方阵营的机会。可琳达知道自己杀了这个老处男的初恋，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大黑想给卷毛送些水喝，却遭到琳达抬枪阻止。不过现在的大黑根本不惧怕琳达威胁，因为从刚才两人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琳达心里依旧是想加入自己阵营的，应该不会轻易撕破脸皮。果然，等大黑无视对方前往时，琳达并未轻举妄动。喝完水的卷毛也恢复清醒，问起这都是怎么回事，但大黑却满脸无奈，似乎不想再回忆那段恐怖的时光。原来当初他们做木筏出海没多久，便遇到一群强盗，可对方并不是劫财，而是为了抓走自己的儿子小黑，并且还炸毁了木筏。丧彪也在那场冲突中被枪击中，随后他们顺着洋流飘回小岛，却又被奥德彪等人误以为是敌人，打晕后关进了地牢。好在经过交谈后误会解开，而他们也因此得知，对方其实也是那起空难的幸存者。飞机当初在空中解体时，他们所在的中段坠毁在荒岛南边，机尾则坠毁在北边，而他们也奇迹般的生还了下来。可倒霉的是，当天晚上他们便遭到原住民袭击，让原来28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4棵独苗。他们听说咱们这组有40多人后，便想加入寻求庇护，所以你暂时不会有危险。可卷毛听后却想给自己个大逼斗，后悔当初没相信爱人见到小黑的事，这样小美就不会为了证明自己所说而来到树林，也就不会被琳达杀死。不过事已至此，大黑也只能劝他节哀顺变。可祸不单行，丧彪的伤口感染加重，有生命危险。奥德彪想被对方先去营地治疗，就算遭到琳达的阻止，也直接无视，因为他不想琳达一错再错。琳达见状也无话可说，但他很清楚，奥德彪这一去肯定会暴露自己位置，而卷毛枪里子弹是满的，这意味着他们阵营肯定弹药充足。如果被对方报复，自己这边根本没抵抗能力，于是便想跟大黑做一场用子弹换卷毛的交易。可大黑却拒绝了，因为他压根不相信琳达，拿来子弹也只会让对方更有底气。不料泡菜救人心切，扬言自己要去。大黑见状彻底服了这株队友，衡量再三，决定自己去营地拿子弹。可琳达却低估了
了大黑营地的实力。与此同时，奥德彪在丛林遇到了医生杰克。杰克见是丧彪受伤，便马不停蹄地送回地堡治疗。待丧彪脱离危险后，杰克从对方口中得知了小美被杀的消息，强压愤怒。杰克问起凶手的位置，可奥德彪并不想出卖队友，任由杰克如何盘问，都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原地。杰克见状也很是无奈，但随着秀妍带着大黑来到营地，与杰克拥抱在一起时，奥德彪便再也坐不住了。杰克瞟了他一眼，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直接转身来到军火库。Remember how to get out there, right? Yeah, I think so. We should stop and think about this, Jack. Think about what, John? Shannon's dead. Besides being held at gunpoint. You want to sit here and hope that situation resolves itself? Be my guest. You know how to use this? Guess so. 凭空出现一个神秘装置，顶部有扇舱门，却没有锁孔跟门把手，显然是设计者不想有人进去。可这是位于太平洋中央的无人荒岛，怎么会有人类科技产物？退役特种兵被困荒岛，却惨遭退役女警察持枪绑架，并且还误杀了他的女友。眼看仇人就在眼前，自己却动弹不得。男人心底的恨瞬间到达顶点，而女人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手下透露给对方兄弟。得知消息后，兄弟二话不说就要去复仇，但黑子哥不想出卖队友，死活不肯说出具体位置。眼看兄弟危在旦夕，杰克是又急又无奈。可就在这时，恰好另一名被囚禁的同伴侥幸逃脱。黑子哥见状坐不住了，刚才的倔强姿态彻底消失。杰克瞟了他一眼，略带玩味地从对方身旁走过，直接来到武器库。Remember how to get out there, right? Yeah, I think so. We should stop and think about this, Jack. Think about what, John? Shannon's dead. Besides being held at gunpoint. You want to sit here and hope that situation resolves itself? Be my guest. You know how to use this? Guess so. 两人气势汹汹地准备出发。与此同时，女人也为刚才杀掉卷毛女友懊悔不已，她想赎罪，于是跟卷毛解释，自己的队伍本有20多人，却被荒岛的原住民绑的绑杀的杀，目前只剩下这4颗毒苗，这也导致她对陌生人非常警惕，所以才失手杀死小美。可人死不能复生，琳达知道自己怎么解释也没用，于是便捡起地上砍刀。卷毛心领神会，准备赴死，可下一秒琳达却砍断卷毛束缚，生与死切换的太快，卷毛一下没反应过来。紧接着琳达丢下所有武器，让对方杀掉自己给女友报仇。卷毛见状没多犹豫，直接捡起手枪瞄准琳达肚脐眼，却并未开枪，而是转身来到爱人的尸体旁哀悼。毕竟爱人已死，杀掉他也只会让仇恨延续下去。同时杰克也被奥德彪阻止。 And you are going out with all these guns.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all of our people back here safely. Your friend Ana Lucia made a mistake. 不料听到琳达这个名字，刚才还火冒三丈的杰克瞬间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在发生空难前，他们就在候机厅里认识了，也算半个朋友。众人见杰克蔫了，纷纷投去疑惑的目光。杰克尴尬的不行，而奥德彪还以为是自己的话打动了杰克，表示可以带他前去救回卷毛，但是不能带枪。这正好给了杰克一个台阶，他顺坡下驴同意了奥德彪的条件。不知走了多久，杰克在丛林遇见返回的卷毛，一个身为领袖没保护好同伴，一个作为男友没保护好爱人。杰克话到嘴边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默默看着卷毛离开。而与琳达的再次相遇，也是他所没想到的，或许真的有命运存在也说不定。然而这只是开胃小菜。很快，身为建筑师的大黑便发现地堡内有一扇防爆门，只要发生爆炸就会从天花板掉落。可当他询问光头这是要保护什么时，光头也不知情，但有一卷录像带可以解释。奥德彪见状表示自己也想看，可就是这一看，却揭开了荒岛的一个惊天秘密。森林中凭空出现一个神秘装置，顶部有扇舱门，却没有锁孔跟门把手，显然是设计者不想有人进去。可这是位于太平洋中央的无人荒岛，怎么会有人类科技产物？为了搞清楚里面有什么，他们做出一个简易破坏锤，想暴力破坏肛门，可不曾想锤子碎一地，肛门却毫发无损。看来这坚固程度实属变态。于是当晚光头就找来同伴，在肛门附近铺设好核弹，随着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肛门成功被核弹征服。可等肛门被缓缓打开，却看到了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一幕，这竟是条幽暗深邃的地道。但究竟什么人会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修建工事？为了探明真相，几人徒手绳降来到隧道底部，里面竟灯火通明，与隧道的幽暗形成了鲜明对比。墙上还挂着印有八卦图案的配电柜。继续往里深入，他们来到一个家具齐全的房间，里面环境干净整洁，似乎有人在这里生活，可居住者却不知所踪。然而更离奇的是，随着众人的搜寻，竟发现里面还有装备精良的武器库，装满海克斯科技食品的粮仓。难道这里是一座军事基地？但光头接下来发现的一卷神秘录像带却打消了这项怀疑。根据录像带中的华人教授所说，这其实是一座地下实验室，为研究荒岛产生的异常电磁波而建造。可诡异的是，这基地必须每108分钟用电脑重置一遍数据，不然就会发生难以预估的灾难。但没等说具体是什么灾难，录像带便戛然而止，看得几人是一脸懵逼。可奥德彪却满脸震惊地站起身，似乎知道些什么东西。而这异常的举动恰好被光头捕捉到。事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众人开始轮岗给电脑重置数据。光头则抽空前去询问奥德彪，奥德彪也不藏私，拿出一本古老书籍递给光头。光头轻蔑一笑，心想一本破书里能有个啥？
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里面有个暗格，拿出一看是卷录像带，而上面透光显现出的正是那位华人教授。光头一脸的震惊。奥德彪解释，这是他在荒岛另一边的实验室中发现的，或许这就是那卷录像带的后续。可等放映时，里面的内容却跟之前的录像基本一致，只不过多了一段话，那就是电脑只能用来重置数据，千万不要尝试用它联系外界，否则所产生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影片结束，两人也更加稀里糊涂，后果是什么依旧无从得知。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另一边大黑在研究基地设备时，恰好发现那台电脑有信息传来。大黑很疑惑，这破电脑难道还能上网冲浪不成？看着上面的你好字样，大黑好奇心作祟回了过去。可等他介绍完自己名字后，对方竟开始叫他爸爸。大黑震惊了，对方竟是自己前几天被神秘人绑走的儿子。在得知儿子一切安好后，大黑不由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儿子又发消息说自己逃不掉，需要爸爸来救。大黑询问位置，儿子却不说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来救我。大黑有些疑惑，不过救子心切的他并未多想。到了第二天，杰克起床后发现本该在电脑前值班的光头失踪了，扭头一看，原来对方晕倒在了武器库。杰克急忙上前查看，可突然身后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定睛一看，原来是大黑为了偷枪打晕了光头。杰克劝他冷静。I'm going after my son, and nobody is going to stop me, okay? Okay, that is my right. That is a father's right. There's another way to go Get about in it. the damn room! You're gonna shoot me, Michael? No, but I'll shoot your damn computer. 见对方已经几乎失去理智，杰克急忙安抚要跟他一起去，可大黑却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此行凶险异常，不想让同伴冒险。十几分钟后，光头从昏迷中苏醒，可武器库已经被反锁，他们根本没办法从里面打开。好在前来换班的凯莉跟丧彪发现了他们，随着大门被打开，杰克二话不说，拿起家伙便要去寻找大黑。凯莉见状也想一起去，却遭到杰克严词拒绝，毕竟前路凶险未知，带个女孩子实在危险。可殊不知，正是他这个善意之举，却让整个队伍彻底陷入被动。不知走了多久，三人来到一处密林，舟马劳顿的他们本想在原地休息一下，不料附近突然传出几声枪响，杰克以为是大黑遇到危险，不顾光头的阻拦，直接追去。两人无奈只能跟上，可等到达枪声位置，却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就在这时，光头发现地上有3枚空弹壳，拿鼻子一闻，果然是大黑的子弹无疑。而刚才足有7声枪响，这意味着大黑刚与那群神秘人交战过。地面满是凌乱的足迹，这意味对方行走匆忙，大黑应该还没有被抓到。可三人顺着踪迹找到深夜，却还是一无所获。众人也为要不要继续寻找产生争论。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出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三人立即举枪警戒。随着男人缓缓从草丛走出，丧彪认出对方就是抓走小黑并打伤自己的神秘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丧彪二话不说就要报仇，可老头却依旧镇定自若。果然下一秒丧彪就被打了黑枪，其余两人被吓得不轻，紧张的环顾四周，却不见有一个人影。老头解释自己并无恶意，这次前来是为了求和。可等杰克向对方要人时，老头不仅毫不犹豫拒绝，反而开始为自己鸣不平，因为在他们眼里，杰克等人是未经允许就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 This is our island, and the only reason you're living on it is because we let you live on it. 话里话外满是威胁与警告，可杰克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开心的不行，看得老头有些摸不着头脑。杰克嘲笑对方是虚张声势，如果你们真的有实力，当初又何必派吉姆来当间谍？周围派人埋伏却不敢现身，你以为自己是张飞吗？吹个牛逼就能吓退100万曹军，而自己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何必怕你们这些土鳖？ It's an interesting theory. Light 'em up! 秀完肌肉后，老头开始划分地盘，只要杰克阵营不越界，双方便相安无事；反之就是全面开战。这条件看似也算合理，不过对方却只字不提放了小黑，杰克自然不会妥协。老头见状也不废话，直接命人带出偷偷跟来的凯莉，提枪威胁杰克放下武器离开这里。接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大胡子收好武器，将凯莉丢还给几人，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天亮后，4人无功而返。凯莉想要道歉，但杰克却理都不理，无奈凯莉只能拦住杰克强行道歉。 I'm sorry. Yeah, sorry too. 杰克不是在调侃凯莉，而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大黑，因为他们不仅没能救回小黑，还跟敌人约定了互不侵犯，这无疑是巨大的耻辱。但杰克并没有善罢甘休，在得知琳达曾是 FBI 后，杰克想让其训练一支军队先发制人，但营地其他人并不买账，毕竟跟自己又没关系，何必去玩命呢？杰克召集无果，只能先行作罢。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这天，奥德彪在营地发现一尊佛像，不料却因此揭开了荒岛怪物的真相。 男人在荒岛发现一尊佛像，打碎后里面竟满是毒品。要知道，这可是位于太平洋中央的无人荒岛，距离大陆最少有18000公里，毒品怎么可能贩卖到这里？但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直接威逼发现者带自己前去寻找。果然在半路发现一具干尸，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通过嘴里的金牙推断，肯定是自己的朋友无疑。然而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具尸体，而是朋友运毒时乘坐的飞机。但由于时间过去很久，忘记具体位置的皮特只能爬到树上观察。可好巧不巧，怪物就在这附近。伴随着阵阵嘶吼声从土里冲出，没等奥德彪反应过来，怪物已经冲到跟前。
可奇怪的是，怪物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将猎物撕成碎片，反而与奥德彪脸对脸对视许久，最后更是直接掉头离开，看得皮特震惊不已。下树后第一时间赶来询问，可奥德彪也不清楚。从皮特口中得知飞机方位后，便直接上路。随后两人在一棵大树下成功找到飞机。奥德彪进入飞机，一眼便看到角落的腐尸，胸前佩戴着十字架，果然是自己的亲弟弟无疑。情绪稳定后，奥德彪点燃飞机为弟弟祷告。可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飞机下面竟还压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与此同时，燃烧的浓烟吸引来一个陌生男人，恰好身中陷阱被卷毛发现，带回营地后，卷毛开始盘问对方身份，可男人却满嘴跑火车，气得卷毛打了他3天3夜，也没问出什么有用信息。可就在众人离开没多久，基地广播竟突然开始倒计时，负责看守的光头紧张地环顾四周，不知这代表着什么信号。同时，亨利的询问声响起，将本就神经紧绷的光头吓了一跳。光头气急败坏，可不料下一秒，地堡的防爆门便纷纷下降。好在光头及时反应过来，一个滑铲将撬棍塞进肛门底部，这才留有一线生机。可光凭他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撬动肛门，周围又没有其他出口，无奈光头只能放出亨利帮忙。两人抽出杠铃杆，撬起一条缝隙后插入钢棍，然后如法炮制，将肛门缝隙尽量放大，直到能塞进工具箱卡住。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箱子是岛国生产，看似十分危险，实则并不安全。果然，等光头伸腿离开时，下一秒索性直接插入皮肉，而肛门依旧还在下降，眼看光头就要变成残废，亨利急忙搬来杠铃片堆在肛门下方，这才彻底卡住肛门。光头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可祸不单行，基地重置数据的警报响起，光头顾不得腿上有伤，急忙告诉亨利代码，让对方从通风口钻到隔壁操作电脑。这时警报声变成60秒倒计时，如果不能归零前输入代码，世界都将因此毁灭，而钻过去最少需要3分钟。光头也只能绝望地瘫倒在地，祈祷奇迹发生。然而奇迹也确实发生了。没过一会儿，警报声停止，周围响起计时器复位的声音。可还没等光头高兴，下一秒灯光直接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蓝光照亮整个房间。光头下意识往前看去，肛门上赫然出现一幅八边形地图，上面标注8个实验室的坐标，自己所在的地堡也在其中，但中间的问号是什么东西？光头看得入神。可下一秒灯光又再次恢复，图案消失，肛门开始缓缓升起。等杰克等人赶到时，亨利也再次被关进牢房。第二天，杰克与凯莉前往丛林寻找原住民，打算用亨利交换大黑的儿子。可等到达之前交战的地点后，杰克从白天喊到晚上，原住民也没出现，反而是遇到之前去救儿子的大黑。回到营地后，苏醒的大黑告诉众人，自己找到了原住民老巢。杰克开始计划反攻，但趁众人准备武器的功夫，大黑却突然来到牢房附近，举枪打死负责看守的琳达，随后打开牢房放走亨利，再对着自己来一枪，伪造出亨利夺枪逃跑的假象。等杰克等人回来时，现场已经一片狼藉，众人对此并未有丝毫怀疑。奥德彪跟光头前去追击亨利，然而找了半天都一无所获。这时光头拿出自己绘制的8角地图，但奥德彪也没见过，不过自己应该能找到问号的所在地。可等顺着地图来到目标位置，两人却惊讶地发现，问号所在的地方竟然在那架烧毁的飞机附近。隔天一早，奥德彪爬上悬崖查看，但多少有些失望，因为周围除了山就是山，连只鸟都没有。可不料往下一看，地面竟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而问号底部的黑点正好被飞机残骸压在身下。森林中凭空出现一个神秘装置，顶部有扇舱门，却没有锁孔跟门把手，显然是设计者不想有人进去。可这是位于太平洋中央的无人荒岛，怎么会有人类科技产物？男人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放进口中尝了尝，竟发现土里含有大量的盐分。男人顿时兴奋的脸都白了，因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经过一阵挖掘后，果然地下有金属碰撞声传出。来不及多想，男人赶紧喊来同伴挪走飞机残骸，急不可耐地抛开泥土，这竟是一扇巨大的8边形肛门。两人合力将闸门打开，底下是个深不见底的隧道，顺着梯子往下爬。两人很快到达隧道底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八卦镜。光头试着打开电源开关，里面竟然还有电力供应。要知道这里可是渺无人烟的荒岛。继续往里深入，两人来到一座半球形房间，里面存放着几台上世纪古董电脑，桌上散落的烟头意味着之前曾有人在这里工作过。光头打开其中一台电脑，屏幕上竟显示出自己营地的画面。光头以为自己看错，可下一秒同伴就从画面中走过，两人瞬间被惊得说不出话。没想到自己每天的生活都是现场直播，不过眼前最重要的还是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两人接着开始搜寻，光头在墙边发现一根透明管路，拿出废纸放入，纸条竟直接被吸走，看来是某种传输信件的装置。就在这时，奥德彪有了重大发现，那是一盒写有任务方针的录像带，而这里恰好有台放映机。随着一阵颇有年代感的音乐响起，画面中浮现出一位华人教授。据教授所说，这里是位于荒岛中央的监测站，只为24小时监控岛内所有实验室科员的一举一动而建造。然而最离谱的是，就连上厕所几分钟都要如实记录。本以为是怕他们上班摸鱼，不料竟是为了分析心理活动，看他们是否对按时输入代码。
就能阻止世界毁灭的工作深信不疑。影片结束，两人也因此产生分歧。带着监测日志回到基地后，光头觉得这就是个上层玩弄底层的心理测验，决定停止输入代码，看看计时器归零后世界会不会毁灭。可奥德彪却不这么认为，他不仅要坚持输入代码，反而还一拳打倒想要阻止自己的光头，将对方赶出基地。因为早在前几天，他就发现计时器只剩4分钟时，基地内就会释放出一股神秘磁力，连胸前吊坠都能凭空吸引，怎么可能是心理实验？可奥德彪做梦都想不到，光头最后还是将计时器清零了。另一边，杰克众人打算进攻荒岛原住民，救回被绑架的大黑儿子，不料大黑却要求只能杰克、凯莉、丧彪以及胖子跟自己前去，不然人多会打草惊蛇，威胁到小黑安全。杰克虽有疑惑，但也同意下来。可他不知道的是，刚刚大黑趁众人不注意，偷偷烧掉了写有4人名字的纸条。然而大黑却算漏一道，因为卷毛曾是海湾战争退役的特种兵，打仗怎么可能不想到他？丧彪自作主张邀请了对方，杰克也无可奈何。可等大黑得知后，竟当面拒绝了卷毛参加。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卷毛怀疑，但他并未直接拆穿，而是先假装同意，然后找到杰克，怀疑大黑已经向原住民妥协，此行大概率是个圈套。杰克虽不愿相信，但大黑的无理要求也不免惹人怀疑。保险起见，杰克打算先拖延出发时间。可就在这时，海面上突然出现一艘帆船，几人以为是获救的希望出现，急忙跳海去迎接。不料等到达船舱口，里面竟透过门板连开数枪，打得几人头都不敢抬。杰克趁里面换弹的功夫，一脚直接干穿门板。可定睛一看，来人竟是地堡的上任守护者雷蒙。上岸后的当晚，雷蒙向杰克解释，自己当初从地堡逃走后，本想坐来时的帆船回归社会，可出海没多久，雷蒙就惊恐地发现小岛周围好似有股结界一般，自己只要离开超过一定距离，就会被风浪往来时的方向驱赶。如今他已经对逃离荒岛不抱希望，只想通过酒精麻痹自己混吃等死。杰克听后不免有些失落，但很快卷毛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因为有了雷蒙的船只，卷毛就可以通过海路先一步到达原住民营地打探消息。两人约定好友一场就以烟雾为信号后，第二天一行5人便全副武装出发营救。卷毛则带着泡菜跟秀妍从海路出发。可当晚刚得知雷蒙回来的光头就急忙找到对方，拿出在监控站里找到的任务方针，告知了对方代码骗局的事。雷蒙听后气不打一处来，本以为自己是在拯救世界，不曾想竟是别人眼中的小白鼠。光头见目的达到，赶紧煽风点火，表示有人依旧在输入代码，不肯让那些人的骗局破灭，想以此鼓动雷蒙帮自己对付奥德彪。而这也正中雷蒙下怀，因为他也想知道倒计时清零会发生什么。两人一拍即合。隔天早上，奥德彪正在地堡守着电脑，不料下一秒灯光熄灭，应急灯亮起，他以为是配电柜跳闸，急忙前去查看，可周围却突然响起一阵倒计时的声音，原来是雷蒙在操作关闭防爆门。没等奥德彪反应过来，一道钢门便迅速落下，眼看要被锁在外面。奥德彪赶紧找机会想冲进操作室，可不仅没能如愿，自己想用来卡住钢门的小飞棍也被光头夺走，唯一阻力被关到门外。现在两人只需要等待倒计时清零即可。但奥德彪可不会善罢甘休，见无人回应自己，他只能离开地堡想办法。就在这时，他发现旁边有扇扭曲变形的钢门，心中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跑去沙滩找到皮特。在得知那扇舱门是被炸开的后，奥德彪想借点炸药用，但皮特只觉得莫名其妙。奥德彪解释 John has locked me out of that. And I believe he is doing this because he's going to stop pushing that button. And Charlie, I'm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if he is successful, in 90 minutes, everyone on this island will die. 皮特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将剩余炸药给了奥德彪。不过铺设引线时，皮特还是给了光头友情提醒。光头听后脸色大变，可雷蒙却一脸的淡定，因为他深知防爆门的强度，除非对方搬来原子弹，不然顶多也就掉层漆。引线布置完毕，奥德彪也给了光头最后一次机会。见对方油盐不进，他果断点燃引线。随着爆炸声消失，外面也变得出奇的安静。雷蒙担心外面的两人被炸死，想开门出去查看，却遭到光头的阻止。这不由让雷蒙开始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不顾同伴死活也要计时器清零？雷蒙想亲自去那个监控站看看，而光头却听得不耐烦了，直接甩给他一本登录日志，说里面除了任务方针以外，就只有这堆废纸。可殊不知，正是这堆废纸里面竟记录着当初自己所乘坐客机空中解体的原因。另一边，杰克等人行至半路，凯莉觉察到周围有人跟踪他们，悄悄给丧彪示意后，两人出其不意果断开枪。可由于距离较远和树木遮挡影响视线，最终还是有一人逃跑。凯莉怕对方去通风报信，想去追击，却遭到杰克阻止，因为这次行动就只有在场的几人知道，如今却遭原住民跟踪，肯定是大黑出卖了我们。面对众人的质疑，大黑还想狡辩，杰克也不废话，直接一把控制住对方，威胁大黑说出实情。见实在瞒不住，大黑坦白自己跟原住民做了交易，只要将杰克4人交给他们，就能放了自己儿子小黑。众人对大黑彻底失望，当即决定取消行动返回，却遭到杰克阻止，因为现在敌暗我明，如果贸然撤退，
肯定会被敌人觉察到大黑已经暴露，从而提前在半路截杀我们。所以现在只能假装继续前进，想办法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为了打消众人顾虑，杰克说出了与卷毛的计划。可他不知道的是，卷毛此刻却在寄希望于佛祖保佑，看得泡菜哭笑不得。然而就在这时，泡菜好像发现了什么，急忙赶去将望远镜交给卷毛，果然有大黑所说的方形石头。随后卷毛顺着礁石来到敌人营地，却不曾想所有的帐篷竟然都空无一人。就在他疑惑之际，突然注意到山体下有扇大铁门，卷毛以为人都在里面藏着，猛地打开后赶紧掏枪对峙，可不料里面竟只有一堵墙壁。卷毛意识到大事不妙，因为这里全部都是临时搭建的，根本不是原住民老巢。他赶紧点燃烽火提醒杰克，可不仅为时已晚，还被暗中埋伏的原住民发现异常。下一秒丧彪直接被麻醉枪击中，瘫倒在地浑身抽搐。敌人就在附近，但几人却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杰克赶紧组织队伍分散逃跑，可他们跑得再快也快不过飞镖。杰克跟凯莉也相继被麻醉枪射中，接下来发生的事可想而知，队伍全部被原住民抓获。随后4人被带到码头，但原住民却并未着急处决他们，而是在等真正的老大到来。没过多久，一艘快艇从岸边缓缓驶来，可任谁都没想到，敌人首领竟然是之前被他们抓获的亨利。与此同时，雷蒙在日志上发现一组日期，询问光头是几月几号坠机来到的荒岛。光头回答9月22号，而日志上也正好有9月22号的数字。雷蒙恍然大悟。I think I crashed your plane. 原来在雷蒙之前还有一位代码操作员，对方在一次酒后说漏嘴，告诉了雷蒙实验室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因为荒岛地下有着剧烈的地磁波动，一旦泄漏，甚至能对地球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解决掉这颗定时炸弹，发现者聚集了全球所有的顶尖电磁学家，建造了这座地下实验室用来研究。不料却因为一次科研事故，导致地磁发生大量泄漏，无奈他们启动了应急预案，选择对地磁进行人为压制，但物理设备总归有承受极限，为防止地磁过载导致爆炸，所以才需要每108分钟进行手动放电。可就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上任操作员不慎死亡，雷蒙因抢救对方耽误了时间。等赶回基地时，计时器已经归零，呈现出一排诡异的红色象形文字。本以为一切都晚了，可当雷蒙输入代码后，计时器跟基地又再次恢复正常。而那天就是9月22号，光头等人乘坐的815航班也是在当天发生解体，而事故的原因就是电磁泄漏击中飞机导致的。这样一切就都有了解释，世界末日也并非骗局。可不料光头已经走火入魔，死活不肯相信雷蒙所说。雷蒙想要输入代码，光头更是直接搬起电脑砸了个稀碎。此时倒计时还剩3分多钟，已经来不及维修。雷蒙意识到大事不妙，慌忙打开防爆门，冲到外面书架拿出一本旧书，里面有妻子写给他的信件，字里行间满是对丈夫的思念。当初他本可以抛弃责任回到妻子身边，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世界毁灭，妻子也无法幸免，于是才独自坚守了3年之久。眼看一切都将化为泡影，雷蒙取出钥匙，心里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转身来到操作室，与光头进行了最后的告别，打算牺牲自己启动基地自毁程序，从根源彻底毁掉地磁源头。可就算如此，光头依旧不肯相信，还想劝雷蒙放弃。雷蒙见状不想再解释。I'll see you in another life, brother. 话音刚落，倒计时已经归零，红色象形文字出现，刹那间整个基地开始晃动。奥德彪跟皮特也从昏迷中苏醒，电磁泄漏导致所有金属器具纷纷飞向空中，电线短路起火，现场烟雾四起。以为还有挽救机会的奥德彪推开皮特，毅然决然选择回到操作室，但为时已晚，泄漏已经无法挽回，就连计时器都被磁力压到变形。奥德彪难以置信地看向光头。I was wrong. 与此同时，雷蒙也来到自毁装置前。他只要将钥匙插入，锁芯拧动，这一切都将彻底结束。恍惚间，雷蒙再次想起远在家乡的妻子，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笑容。下一秒，几分钟后，震感与白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岛上所有人惊讶的神情。就在这时，什么东西从杰克营地上空掉落。灾后，营地众人开始收拾地上散落的物品。皮特完好无损归来，但耳朵却几乎失聪。其余3人下落不明。同时，亨利也信守承诺，将儿子还给大黑，并送给对方一艘快艇，指明方向，帮助大黑离开荒岛。随后，亨利下令放走胖子，让他回营地报信，警告其他人别来救援。胖子有些纠结，迟迟没有动身，直到杰克点头示意，才满心忐忑地转身离开。这时正巧大黑开着快艇路过，或许是良心过意不去，他没赶长时间与3人对视，便急忙加大油门，带着儿子前往幸福的远方。而反观杰克3人，则彻底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任谁都没想到的是，雷蒙引爆基地释放出的电磁波动，正巧被南极深处的一座观察哨所发现。来不及多想，2人急忙左右开弓，一人前去记录位置坐标，一人前去打电话报信。而接到电话的人，竟是雷蒙思念已久的妻子。 I think we found it.